我突然想到刚刚在狗系统那里获得了一套别墅，这下正好可以过去看看。我向狗系统询问了别墅的具体位置，结果刚来到门口就被值班保安拦住。你小子谁啊？以前怎么没见过你？我赶紧拿出系统发放的别墅钥匙，保安态度立马转变，一路护送我来到别墅门口。这里的地段很不错，可以看到城市江边风景，附近没有车水马龙，噪音很小。走进别墅的那一刻，仿佛打开了新世界，这是只有在电视中才能看见的豪华别墅，现在竟真实的出现在我面前，好像做梦一般。豪华的真皮沙发，水晶蓝宝石打造的吊灯，各种家具一应俱全。走进卧室，迎面而来的大床，我直接躺了上去。这一晚我睡得格外香甜，直接导致第二天睡过了头。我打开手机，上面全是柳如烟的未读信息。范徐坤，你昨晚干什么去了？怎么还没来上课呀？你是不是拿着我的钱跑路了？那可是我的全部家当啊！看到他着急的样子，我赶紧给他回复了信息。不小心睡过头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担心了。看了下时间，已经是上午10点多，反正也迟到了。我索性给班主任打了电话，直接请了1天的假。因为我的成绩比较好，所以班主任立刻就答应了。今天我就不用去上课了，可以美美的躺在床上继续睡觉。由于别墅所在的位置距离学校有点远，所以未来大部分时间我还得继续住在宿舍。放假可以偶尔过来住1-2晚。就在我思考之时，手机又响了起来。仔细一看，是昨晚那个女明星蔡冰冰。小学弟，还有15天就是我的演唱会了，你一定要记得来哦。还有昨天晚上的事，真的非常谢谢你。没事的，能成功把你救下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你的演唱会我一定会去。那咱们就一言为定，以后你要是遇上什么困难，就直接找姐姐，姐姐一定会帮你的。我难掩激动坏笑起来，想不到自己竟然聊上了女明星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呀！就在我高兴之时，突然想起前几天买的股票，打开一看，没有让我失望。万达生物集团股票依然在持续上涨，算了一下，大概赚了40多万，跟柳如烟55分的话，到手能拿到20多万。虽然没有系统赠送的价值500万的别墅多，但这栋别墅是不动产，自己不能转卖，仅只有使用权。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，我打车赶往学校，刚走进教室，热闹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，所有同学都在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，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。我随即使用读心术，听到了死对头薛红云的心声。哼，你小子终于来了，今天我要让你颜面扫地，让你在学校成为知名人物。看来该来的还是来了，但我还无法得知他到底要怎样报复我。我坐到座位上，身后顿时传来了闲言碎语。听说范徐坤在跟柳如烟谈恋爱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啊？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在谈恋爱了。他们2个下课都形影不离，就连放学都腻在一起。还有说有笑的，就连傻子都看得出来，他俩是真处上了。我勒个擦，范徐坤的口味是真他喵的重啊！柳如烟长这么丑，他也下得去手，在下佩服佩服。通过读心术，我得知了他们的真实目的。说闲话的这些人是受到班长薛红云的指使，拿了薛红云的好处才会这么做，目的就是要让全班都知道我和柳如烟在交往，接着发展到全校都知道。到时候这则丑闻足以让我身败名裂，其一是会遭到学校的处分，其二就是身为校草的我找了个全校最丑的女生当女朋友。我微微一笑，要是自己真能和柳如烟交往上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巴不得这件事立马成真，因为拥有透视眼的我早就知道了柳如烟是故意扮丑这个秘密。等她卸去伪装那一天，一定会有很多人后悔。同学们的闲言碎语弄得柳如烟心情很不好，我急忙安慰如烟，这些人想要看到我们慌乱的样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淡定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就好了。柳如烟缓缓抬起头，红着脸很是委屈，接着她竟然掉起了小珍珠，我不由得心疼起来。如烟，别哭了。我试着擦去她夺眶而出的泪水。同学们看到这一幕，更加确信了我和柳如烟就是在谈恋爱，起哄声顿时变得更大。柳如烟抽泣起来，范徐坤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才害得你在同学面前出丑。傻丫头，怎么会是你害了我呢？你对我的好我心里都清楚，放心吧，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就好。散布谣言污蔑我和柳如烟名声的人，都是班长薛红云主导的，所以这个账必然要算在他一个人的头上。想到这，我站起身来，都给我听好了，我不管是谁在散布谣言，有什么事直接冲我来，不要连累一个无辜女生，不然我定要你们付出代价。至于怎么让薛红云受到惩罚，很简单，只要几天后卖出万达生物的股票，我就能得到一大笔钱。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只要有了钱，就有1万种办法惩罚薛红云。就在我意想之时，狗系统突然出现，检测到宿主当前处境，请开始你的选择。选择1，向班长薛红云道歉，请求他停止恶意对你的造谣，奖励忍耐达人称号，该称号可让宿主忍耐力增加，即使受到胯下之辱，心中也不会有一丝波澜。选择2，打班长薛红云一个耳光，怒斥其下作手段，奖励班长薛红云的黑历史一份，并且柳如烟对你的好感度也会增加20。当前柳如烟对宿主的好感度为40，若好感度增长到60，就相当于他喜欢上了你。看到奖励后，我打断了自己的计划。原本我是想说自己是单方面在追柳如烟，把所有事情揽下来，可是既然系统出现了，也就没那必要了。而此时的薛红云还在那里幸灾乐祸，悠哉悠哉地观看着自己的杰作。这个该死的范徐坤，看到你出丑，我真是太开心了，哈哈哈哈！薛红云忍不住开始狂笑起来。范徐坤，没想到你口味这么重，怪不得你会拒绝我，原来你喜欢长得丑的。身为男人，我知道自己不该打女人，
但遇到薛红云嘴巴这么贱的，我实在是忍不住。我走到他的面前，一巴掌直接打在他的脸上。薛红云捂着脸，瞪大双眼，彻底愣住了。他万万没想到我居然敢当着全班的面扇他的耳光，班级其他同学都被吓傻了，以至于班长被打了2个巴掌，他们都没有什么动作。许久之后才反应过来，范徐坤，你太过分了！大老爷们竟然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生动手，并且还是班长，事情闹得这么严重，你就等着被学校开除吧！一时之间，同学们纷纷指责起来，而我在不经意间也完成了刚才的系统任务。恭喜宿主完成选择，成功打了薛红云耳光，奖励薛红云的黑历史资料1份，请宿主及时查收。恶毒班长的黑历史被我拿到，我就直接贴脸输出。然而薛红云拒不承认，岂料狗系统非常人性化的复刻了当时他作妖的视频，所以当我将手机上的视频对他眼前的一刻，他彻底绷不住了。范徐坤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求你不要把视频交给老师，我不想坐牢。我则是冷笑不已，要是没有证据，那么身败名裂的将会是自己，到时候自己像他一样，他又会如何？不用想，一定是变本加厉的羞辱，所以我拒绝道歉。薛红云，以后做个好人吧。然后我当场把视频发送到班级群，很快看到视频的班主任匆匆走进教室，简单询问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后，带走了连路都走不动的班长薛红云。目睹全程的柳如烟到现在整个人都是愣愣的，一场不知如何解决掉危机就这么轻易化解。我回到他旁边坐下，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水，可这一举动非但没有擦干净泪水，反而眼泪越多了。柳如烟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委屈，把脑袋埋进我胸膛大声哭泣。其他同学表示视而不见。柳如烟哭了一会才从我身上离开，她脸上的丑妆都花了，变得更加丑了。我看着想笑又不敢笑，差点憋出内伤。柳如烟发觉我的表情不对劲，赶紧拿出随身带的小镜子往脸上照去。她叫了声赶紧跑出教室，因为几颗雀斑都被泪水洗掉。不一会她重新化好妆回来，脸上的那几颗雀斑也回到原来的位置。我装不知道不去戳穿，柳如烟则是有些尴尬的找了个理由。我刚才去洗了把脸。没事。刚才要不是你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不用想其他，一切交给我就行。经过这件事后，柳如烟对我好感大大增加。范徐坤人又帅又高，不仅不嫌弃我扮丑的样子，还经常帮我解决麻烦。这样的男生实在是比大熊猫还要稀少。我以后的男朋友要是像他这样就好了。想着想着，他偷偷打量着我，心头顿时萌生出一个想法：范同学不就是标准的男朋友模板吗？我干嘛非得到外面大海捞针？然而很快他被自己这一想法吓到，连忙摇头清醒过来。不行不行，哪有女孩子追男孩子的？这也太不矜持了吧！可如果说范同学要追我的话，那可怎么办啊？要不要答应？不对啊，我打扮得这么丑，他怎么可能会追我？哎呀，柳如烟，你在想什么？什么时候这么爱胡思乱想了？他的心声自然被我全程听见，我只感觉他太可爱了。一天的课很快结束，柳如烟像是一只快乐的小青蛙，蹦蹦跳跳的回到宿舍，接着就是日常流程卸妆恢复原本模样。不一会，闺蜜小昭哭着回来。如烟，同样是扮丑，为什么咱俩的遭遇却是天差地别呀？怎么了？今天他们又嫌弃你了？他喵的，我们班竞选班长，我成绩比另一个女生好，而且能力出众，结果老师让他来当班长，就因为老师觉得我的脸不好看，这该死看脸的世界。好啦好啦，不气不气，今天我们班发生了很多事，我跟你讲哈。接着柳如烟把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说给他听，听完后小昭果然心情好了不少。我去，你这个范同学挺厉害的呀！我说，要不你干脆让他当你男朋友得了，多么好的男生啊！你再这样，我就真的不理你了。要是被别的女生追到手，你就没机会了。你想想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你会高兴还是难受？柳如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是啊，要是范同学被别的女生追到手的话，我肯定更多的是难受。难道我真的对他有意思？如烟，你这铁定是喜欢上人家了。要不你试探着问下他对你的看法，要是他表现的对你有意思，那就别犹豫，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吧。可我是以扮丑的样子见他的，他肯定不会喜欢我的。要不这样，你可以用行动的方式来告诉他你喜欢他。如果他表现得很冷漠的话，那就说明这个他不喜欢你。柳如烟觉得很有道理，决定试看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刚来到教室，便看到自己桌上放着豆浆包子，柳如烟则是坐在旁边笑盈盈地看着我。我好奇地问了句：今天怎么回事？给我买早餐了？怎么？难道就不能请你吃早餐吗？哼哼。我拿起一个包子吃了起来，边吃边问：你今天怎么了？好奇怪啊！没啊，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呀。说完，他又开始对自己进行心理建设。柳如烟啊，柳如烟，不要怂啊，勇敢的去问范同学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啊，试探他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意思啊。再不行动，他可就要被别的女生抢走了。正在吃包子的我差点没一口喷出来，随即一脸错愕的盯着他。我忽然想起来了，昨天完成选择任务后，狗系统让柳如烟对自己的好感度增加了20，而正是这20点好感度，让他对我产生了男女之间的好感。不过这些好感度对我而言可有可无。想到这里，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烦恼啊！果然柳如烟上钩了。咋了？有什么烦恼说出来，我帮你开导开导。我才18岁而已，我妈就催我找女朋友了，你说这不是烦吗？啊，阿姨，这也太着急催了。柳如烟表面装作吃惊的样子，实则心里雀跃不已。哈哈哈，原来范同学没有女朋友呀。听到他的心声，我绷着一张脸憋着笑道：是啊，而且也没有女孩子追我，
真想体会一下谈恋爱的感觉是什么呀。此话一出，柳如烟心中更加激动。范同学没有女生追太好了，柳如烟你要矜持，淡定淡定。不如我先试探他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。于是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故作老气秋吼：范同学，那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呢？我要是有认识的，帮你介绍介绍。我呀，我喜欢活泼开朗、跟我兴趣相投的女孩子。当然了，我不介意她好不好看，就算是不好看也不介意的。还有啊，这个女孩子必须也有那么一些喜欢我的。听到这话，柳如烟心脏不停地砰砰跳，脸颊发烫，耳根红彤彤的。范同学，这不说的就是我吗？活泼开朗，兴趣爱好和我差不多，也都谈得来，再加上说不介意未来的女朋友丑美，还是当面着我说的，难道？柳如烟越想脸颊越是更红。哎呀，这算不算变相的表白啊？羞死了！怎么办？我现在不敢看他，不敢说话了。至于我就是这么故意看着他害羞的模样，简直是要多可爱有多可爱。不过我还是提起股票的事缓解一下他的尴尬。如烟同学，你跟你那个闺蜜说说，5天后就把股票卖掉，我们的也准备卖掉了，算下来差不多能赚个60万左右，到时候我们5-5分。柳如烟却是埋着头心不在焉回答：对了，明天就是星期6了，我要回家2天，给你辅导作业的事就暂停2天。下午放学铃声响起，我们挥手告别，各自回家。我的家距离学校有10几公里的路程，这里是一片城中村，租房很便宜。我从小就和母亲住在这里，相依为命。至于父亲，早就在母亲还怀着我的时候不知所踪。当我站在家门口时，不禁又想起妈妈的辛苦，房租1个月900块，这还是房东看我们母子可怜，降了好几百下来。回过神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大门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看来老妈应该还在工作。想起哪怕是晚上，老妈也要去做2-3个小时的兼职，我的鼻子顿时酸了起来。妈，当时我就暗暗发誓，将来一定要赚大钱，让您过上好日子。如今这个愿望儿子快要实现了。随后我简单的给自己做了碗面，吃完后我回到自己房间刷视频，突然柳如烟给我发来了消息：范同学，你在干嘛呀？在跟你聊天呀，你呢？好巧呀，我也在跟你聊天，聊了一些无营养的内容，他这才说正事。范同学，下周一晚上你有没有空？咱俩谁跟谁？有什么事直说。那天我生日，我邀请了我闺蜜，还有你。好，我一定去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你要是不来，哼哼，以后我就不理你了。OK， 我可是知道柳如烟真实模样的，所以下周一怎么说也要打扮帅气些，不能给她闺蜜看看笑话，还要给她准备生日礼物。如今炒股赚钱了，礼物自然不能太廉价，但也不能太贵，心意到了就行。绞尽脑汁想了半天，我也想不出来，索性明天再想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转动门把手的声音，我赶紧走出房间。妈，你回来了呀？坤坤回来了，在学校待得怎么样？有没有被同学欺负？学习成绩好不好啊？我在学校过得很好，学习成绩提高了很多，这次班级模拟考试考了第1名呢。儿子出息了，考了全班第1，好好好。嘿嘿，这都是母亲大人教导有方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准备好早餐，老妈吃完饭就去上班了。我闲着没事就把家里的卫生打扫了一遍，打扫完后才看到柳如烟发来的信息：范同学，我听别人讲班长退学了。我早已预料到这个结果，所以并不惊讶。我知道了。过了很久，那边才回复了一个欧字。放下手机，柳如烟忐忑地看向闺蜜：小昭，你说我生日那天真的要让范同学来吗？来就来呗，我又不是不同意，正好我要好好看看那个帅哥到底长什么样，是不是你说的那么好？那肯定的，他对我是真的好，带我赚钱，辅导我学习。还有呀，有，太阳打南边出来了，什么时候我家如烟也会说一个男生的好了？要你管！哼，主要是他还不知道我是扮丑来学校，不知道我真正的样子。你说他要来的话，我是用怎样的样子见他？当然是扮丑的样子啦。你想想，一个丑男突然有一天变成了帅哥，你会怎么想？会震惊，然后惊喜，接着追求。对呀，我要是突然发现丑女同桌居然是个大美女，肯定会震惊，然后疯狂追求。柳如烟觉得闺蜜说的有道理，决定生日那天不以真实容貌示人，不过衣着上面还是穿好看点，然后跑去挑选生日那天要穿的衣服去了。小昭看了直摇头，我这从小玩到大没谈过一次恋爱的傻闺蜜，破天荒的真的想谈恋爱了。不过为了如烟的幸福，我还是要试探那家伙。于是她决定那天晚上不跟着柳如烟扮丑，毕竟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和一个很丑的女生在一起，那么男生的注意力可想而知，这也就是小昭的试探。与此同时，我打车到一个小学同学家里，这个同学是个2次元大宅女，家里又不缺钱，所以她的房间里面摆满了各种动漫人物手办。今天我跟这个同学说好了，重金购买她其中一个手办作为如烟的生日礼物，因为她经常玩的英雄是大乔，但又菜又爱玩，所以我准备送给她一个大乔的白鹤良神女手办。好久不见了，范徐坤。我去，郑小七，别人都是女大18变，你是怎么做到没啥变化的？哈哈哈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每次出门都被叫小朋友，搭车的时候司机死活不载我呢。东西给我看看吧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说着，他从脚边拿起一个箱子放在桌上。我要先验货。行啊，做生意讲究的就是诚信，看吧。我检查确认没有损坏之后，满意点头。郑小七忽然一直盯着我的脸直看，不断发出滋滋赞叹声，眼神都变得怪怪的，搞得我一阵鸡皮疙瘩。我说小七同学，你干嘛老是盯着我看？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
郑小七突然兴奋起来，然后把手机里面的一个动漫人物图给我看。你看，这是最新热门动漫里面的一个角色，是不是跟你长得很像？还行吧，不仔细看还有3分帅气的样子。只要再给你打扮 cos 一下，去了漫展岂不是大家都围着你拍照？女孩子要矜持，想要我 cos 动漫人物角色门都没有。那手办我不卖了，您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。别呀，小七美女，咱们有事好商量吗？最后我被郑小七当成了试验的小白鼠，不过 cos 了一下的确帅气逼人啊，就连我都不知道自己原来可以这么帅。我到网上买这个动漫角色的衣服，到时候你再来试穿，然后下个月5号跟我去漫展露面。cos 就 cos 吧，反正那地方又没人认识我。那这件事就这么愉快决定了。之后我带着手办离开了，礼物的问题解决了，那么接下来就是精神面貌问题了。我挑选一套休闲干净又显得时尚青春的衣服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周日那天傍晚，我提前来到学校，和3个室友打好招呼，明天晚上会晚点回来。周一班主任要宣布一件事，学校准备举办校园歌唱大赛，到时候会有上面的领导过来观看，你们有谁唱歌好的可以向我报名。顿了顿，班主任又道出比赛奖励，第1名能获得1万的奖学金，第2名有5000，第3名2500，第4到第10名1000。班上几个唱歌比较好的同学顿时眼睛都亮了，这些钱对他们而言已经非常多了，要是能拿到前10名，接下来几个月的零食不愁了。柳如烟会唱歌也主动报名了，我没听过她唱歌，不过看她信誓旦旦的样子，估计有把握前10。这时她悄悄戳了戳我，范同学，你唱歌怎么样？要不要报名？我自知自己不是唱歌的料，摇头不语。就在这时，狗系统发来了提示音。检测到宿主当前处境，请开始你的选择。选择1，参加唱歌大赛，获得前10名，奖励升级唱歌技巧。选择2，参加唱歌大赛，获得前3名，奖励升级唱歌技巧升级嗓音。选择3，参加唱歌比赛，获得第1名，奖励升级唱歌技巧升级嗓音，以及一首词曲意深入人心的神秘歌曲。选择4，参加校园唱歌比赛，获得第1名次，并火遍网络大街小巷，奖励升级唱歌技巧升级嗓音，2首词曲意深入人心神秘歌曲，以及英雄后裔神级操作技术。这次居然有4个选择，既然要选，那我肯定要选奖励多的。宿主已完成选择奖励提前发放，若宿主最终没有达到任务要求，奖励将会被系统回收。很快脑海里多出了2首不曾被发表曲词义几乎完美的歌曲，以及后羿的神迹操作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掌握了唱歌的各种技巧。于是我极为嘚瑟地回应柳如烟，我怕我参加了没人会是我的对手。吹牛也不打草稿，要真没人会是你的对手，那你就报名啊。行，那我就报名，第1名手到擒来。你就吹吧。既然柳大美女不信，那咱俩打个赌，我要取得第1名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要是没第1名，我就答应你一个条件。好啊，身为男人可不能反悔。必须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没忘记今天是柳如烟生日，所以在放学后换好了衣服，拿着礼物，然后跟着柳如烟一起走出了学校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女生家做客，这间房子是柳如烟和闺蜜合租的，平时她们在学校住，周末放假就在她们这个小窝舒服的趴着。由于今天是她的生日，所以打算请我在这里吃饭，而且她准备亲手做饭，说是非常有纪念意义。可当我看到柳如烟炒菜的技术，我直接摇头，夺过铲子自己来炒。原来她的炒菜技术是看视频学的，估计狗都不吃。不过看到我熟练的颠锅，她震惊地张大了美眸。哇，范同学，你居然还会做菜！别看了，赶紧去洗菜。柳如烟应了一声，乖乖去洗菜。很快几盘小菜端上了桌，有青椒炒肉、炒土豆丝、爆炒虾青、麻婆豆腐、鱼香肉丝。柳如烟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，她伸出手想要去拿一块肉，却被我眼疾手快拍开小手，用手不卫生，拿筷子去。柳如烟这才忙跑去厨房拿筷子，她夹了一块肉细嚼慢咽，感觉比外面饭店的好吃，直竖大拇指赞叹我的厨艺。没想到你不仅学习好，而且厨艺也这么厉害。还好吧，我之前在饭店兼职过服务生，跟一个友善的老师傅学过做菜，技术还说得过去。对了，你闺蜜怎么还没回来？再晚菜都要凉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给她打个电话问问。正当柳如烟拿起手机时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她打开门一看，正是闺蜜小昭。只不过小昭不仅没有扮丑，而且打扮得非常漂亮。下一刻，柳如烟竟然直接关上了门。我疑惑地看过来，怎么了？门外是谁呀？不认识的，估计走错门了。突然门外再次响起敲门声。如烟，你开门呐，快开门，我要进去。这可把柳如烟气得想打人。这女子竟然没有扮丑，还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不知道今天我邀请了范徐坤来给自己过生日的吗？还敢这么穿，有劲，绝交！想到这里，他隔着门严厉质问：小昭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听我说，如烟，我这也是为了帮你，我是想试探你那个同桌到底是怎样的人呀。要是他一见到我就移不开目光，或者找要我联系方式的话，那这就是人品不行的男人。可任由小昭如何苦口婆心的劝说，柳如烟就是不开门。她害怕一旦开了门，我真的就看上了闺蜜怎么办？由于距离稍微远，我没听清她们具体说了什么，只是觉得老把闺蜜关在门外不太好。如烟，那是你闺蜜吧？怎么就不让进来呢？这件事你别管，这是我和闺蜜的恩怨。僵持了半刻钟头，小昭终于妥协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那等我回去换套旧衣服，打扮丑点再来。快走，快走！就在柳如烟准备松口气时，突然一阵巨力从门后传来，把她推开。小昭计谋得逞，闪身进入。柳如烟顿时气得火冒三丈。小昭，我要和你绝交！小昭没有搭理她，而是看向我。
你就是如烟那个同桌范徐坤是吧？我没有回话，径直向他走来。小昭以为计谋得逞，内心不断吐槽。果然被我美色所吸引了，看到我眼睛都移不开了。如烟啊如烟，你看人的眼光可真不好啊！我听到小昭心声，第一印象就是好自恋的女生，然后从她身边走过，在气得快要哭了的如烟跟前停下。今天你生日呢，有什么不高兴的暂时不要去想了，我们快去吃菜，不然凉了就不好吃了。说着，我拉起柳如烟的手，再次从愣住不动的小昭身边走过。等我俩坐好后，我才抬头对着小昭微微一笑。你是如烟的闺蜜小昭吧？快过来吃饭呀，别傻站着了。小昭机械式的点头，神情木然，突然对自己的美貌不自信了。吃饭的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。小昭立即取出准备好的礼物缓和气氛。如烟，这给你的礼物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柳如烟板着脸接过，打开一看，是一条很漂亮的项链。然而她却只是淡淡嗯了声，随手把礼物放在一边继续干饭。小昭清楚自己闺蜜是真生气了，早知道就不瞎搞了，只能等如烟慢慢消气了。当饭吃完后，我也把礼物拿出来。如烟，看看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礼物。柳如烟露出笑容，接过亲手拆开礼物。哇，好好看的大巧手办，范同学你真好。这一幕看得小昭很不是滋味，但也只能忍下来。谁让他事先没跟如烟商量一下呢？接下来就是生日蛋糕环节，点燃蜡烛，柳如烟闭眼许愿。我想在今后都开开心心的，父母身体健康，自己越来越漂亮，然后就是喜欢的人也喜欢我。接着小昭也发表生日贺词，如烟生日快乐，愿我们的友情比金坚，永远永远。柳如烟气也差不多消了，总算给自己闺蜜好脸色看。之前她还担心我见了小昭之后会是怎样的表现，现在看来担心似乎有些多余了。我不怎么会讲腻人的话，索性把如烟的愿望稍加修改。如烟，愿你以后都快快乐乐，全家健康，愿你女大18变，越来越漂亮，还有就是爱的人也爱着你。这句话小昭听着没什么，可是在柳如烟耳中却是另一番滋味。这不是我刚才许下的生日愿望吗？接下来我主动切蛋糕，给两女各切一块，然后聊起天。范徐坤，如烟常和我说在学校的事，也有关于你的，我要替我家如烟谢谢你的照顾。同学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我表现得不卑不亢，与小昭说话时视线很少落在她身上。说实话，小昭确实很漂亮，但跟如烟比起来还是要逊色不少。再看同样是美女的小昭已经有免疫力了。柳如烟很满意我的表现，又在心里小小夸了我一下。聊了一会话题，又聊到了著名女歌手蔡冰冰。我非常喜欢蔡冰冰，可惜了有钱也买不到她的演唱会门票，就算买到了那天我还要回去给我爷爷庆寿。是啊，我也抢不到，拜托认识的人也没用，别人就算手里有多余的门票也不会卖掉。我没想到两人还是蔡冰冰的粉丝，正好我手里有她亲自送给我的3张门票，于是酝酿了一下，缓缓开口。两位美女，实不相瞒，我有3张蔡冰冰的门票。此话一出，两女顿时激动不已。真的吗？你真有蔡冰冰的演唱会门票吗？门票很难抢到的，更何况还是3张，你该不会是从网上买到的假票吧？是真的，不过只有3张。门票可以卖我1张吗？咱俩谈什么钱？回头我直接送你1张，正好我也要去看演唱会，到时候可以一起，就当做送你的生日礼物了。范同学，你简直太好了，这个生日请你来太对了，今天我太开心了。开心就好呀。真羡慕啊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为何这么大？这看脸的世界啊！小昭还是不相信我竟然对她表现很平淡，她觉得我肯定是装的。趁着如烟去上厕，她又开始了试探。范同学，听如烟讲你学习很好，那咱俩能不能加个联系方式？以后我有什么学习上不明白的找你咨询。你找如烟也是一样的，现在她的学习成绩也很好。那加个好友也行啊，我很少主动加男生好友的。其实说出这句话时，小昭心中惊呆了。竟然还有男生不愿意加本姑娘的好友，要是换做别的男生，早就受宠若惊。听到他的心声，我只感觉好笑。这个小昭不是一般的自恋，我又不是舔狗，本来出于礼貌我还想加你一下，现在看来没必要了。最终我委婉地拒绝了他，可他的脸上的表情分明写满了不爽。不加就不加，老娘我还不乐意加你呢。我想笑，但是憋住了。之后我与他们告辞就离开了。柳如烟立即对着小昭冷冷一笑：臭妮子，今天的事咱俩还没完呢。如烟，为啥你有个那么好的同桌啊？别岔开话题，今天为什么不扮丑回来？哎呀，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为我好，呵呵。说着，柳如烟突然伸出手挠他痒痒。可恶，你居然不讲武德搞偷袭！一时间，两女在客厅打成一片。当两个大美女在嬉闹的时候，我已经回到了宿舍，3个室友都还没睡。书呆子李文才在看书，柳青正跟他的女朋友在电话热聊，王平在刷手机视频。我洗了个澡，然后将蔡冰冰送给我的3张演唱会门票收好，等明天再拿给如烟。这时柳青也跟女朋友热聊完毕，坐在床铺上不停叹气。女朋友让我想办法搞张蔡冰冰的演唱会门票，可我上哪去给她弄啊？先不说你搞不搞得到，就光是这一张门票好几千呢，快顶我3个月生活费了。哥们儿劝你还是分了吧，这么不体谅你，还花钱大手大脚，你图啥？书呆子李文才两耳不闻窗外事，继续看书。柳青仍旧不知悔改，我图自己乐意，不行吗？王平也懒得劝了，毕竟有句老话说得好，永远也不要和一个不听道理的人讲道理。而柳青一直在那抱怨，我听他唠叨不断，耳朵都快磨出茧了。我想着正好自己有3张门票，自己1张，柳如烟1张，剩下的1张送给柳青不可能送的，卖给这家伙还是可以的。于是我打断了他的自言自语。柳青，我有1张蔡冰冰门票可以卖给你，
你真的有蔡冰冰门票？骗你干嘛？虽然我们是舍友，但是蔡冰冰演唱会门票挺贵的，你打算出多少钱来买？现在门票价格炒到了8000多，再说咱俩什么关系？便宜点卖我咋样？我出5600。王平听不下去了，直接开队。你身上不是准备了7800买门票吗？怎么想占我们坤坤的便宜？那7500怎么样？留点给我当零花吧，求求你了咱俩关系。行吧行吧，都是兄弟也不多说了。拿到门票后，柳青赶紧给女朋友打去电话。挂掉电话后，他感激地看向我，谢谢我坤哥，我女朋友终于不生我气了。我摇了摇头，甚是无语。没想到一个大老爷们居然如此卑微。想想有了王平的前车之鉴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。第二天，当我把门票交给柳如烟时，她整个人都惊呆了。我的天呐，居然是钻石门票！你这张票哪里来的？因为钻石门票如今炒到了好几万，而且有价无市，想要都没有。就算柳如烟有钱都没地儿买，只是看她的样子，似乎有些怀疑真假。我笑了笑说道：放心吧，这票绝对保真。至于门票哪里得到的，说了估计你也不信。怎么可能不信？你说来听听。我说是蔡冰冰本人亲自送我的，你信吗？哼，我才不信。我就说吧，你不会相信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今天把股票卖了，一共赚了60多万，我们俩一人可以分30多万。我已经把钱给你打卡里了。柳如烟看到银行卡余额的时，那叫一个激动。10几天就赚了这么多钱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范同学，你太厉害了。小意思啊，以后有赚钱的机会，我不会忘了你的。好的好的，那就太谢谢你了。放学后，柳如烟挥手微笑着跟我告别。这一幕，班里的同学见怪不怪了，甚至都猜测我俩是不是在谈恋爱。可当我刚回宿舍，便看到被撕成2半的钻石演唱会门票被丢在了地上。柳青二话不说对着我吼了一嗓子：为什么给我假的门票？你知不知道我脸面彻底没了？原来今天他满怀期待把门票送给女朋友，结果女朋友闺蜜也在身边，一眼就认出这是一张钻石演唱会门票。柳青清楚我的条件，不可能会有这种门票，所以就武断的认为是假的，最终被女友臭骂一顿，扬言要分手，在女朋友面前颜面尽失，就来找我出气了。但我可不惯着他。门票是真的，不信可以找人验证。你什么家境当我不清楚吗？食堂吃的都是便宜饭，穿的用的都是便宜国货，你说你哪来的门票？怕不是哪里偷的吧？你连兄弟的钱也骗，你还算不算男人？三言两语伤人之心重，柳青已经没有分寸，沉浸在愤怒情绪之中。我默默捡起地上的门票，没有跟他吵，虽然被撕成2半，但是应该还能用。而后把钱退给了他，也没做任何解释。做完这些，我离开了宿舍，让他先冷静一下，随后便回到了我的别墅。刚冲了个澡，蔡冰冰居然给我来了消息，让我届时一定要去看她的演唱会。我再三保证一定去，同时也把今天发生的事当作笑话讲给他听。不是吧，你舍友也太不讲道理了，就算怀疑门票是假的，也可以找人鉴定啊。他这人就这样，不过这次兄弟是做不成了。简单聊了几句，蔡冰冰表示有事就先不聊了。我刷了会手机就准备睡觉，而冰冰大美女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她几乎除了演出参加节目，基本上没有活动。钱赚的虽然多，但是也没有了快乐。忽然想到刚才和我聊天内容，她笑了笑，把聊天内容截图下来，然后发布到网上。以她的知名程度，刚发布不到1分钟就有上百个评论。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那舍友要是知道自己扔的是真的门票，估计肠子都要悔青了吧？4件好舍友啊！钻石演唱会门票廉价7800卖了，居然不懂得感恩，还恩将仇报，糊涂啊！求联系方式，这张门票我5万买了。而蔡冰冰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仅仅吐槽一下而已，没想到一夜过去就上热搜前10了。第二天早自习，柳如烟突然把手机递过来，范同学，你看，冰冰发了条视频，说居然有人把她的门票当假的撕掉了。我漫不经心的了一眼，呆住了。这不是我昨晚和他的聊天内容吗？他怎么截图发网上了呀？而且这点赞和评论好吓人啊！你发啥呆啊？快看，都上热搜前3了呢！我有点无语，好在我们的头像都打了马赛克，除了柳青知道是我，不会有其他人知道。至于他看到了也无所谓，反正这都是他自己做的。这些天我不忘辅导柳如烟学习，不然她的成绩要从全班第2渐渐掉下去。下课后我忽然叫住了她，后天就是蔡冰冰演唱会了，你要自己一个人看还是咱俩一起？当然一起啦。中午吃完饭，我和柳如烟便被通知要去进行唱歌海选，海选地点在学校操场。此时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人，陆续有很多人上台，但实力参差不齐，通过人数少得可怜。就在这时，评委看着海选名单念道：下一位高3 6班柳如烟。柳如烟冲我一笑，我上去了。加油大漂亮，我看好你哦。柳如烟走上台，点了一首最近流行的歌曲，她唱歌确实很有实力，很好听，富有感情。台下几个评委点头表示赞可，她算是已通过海选的人中实力相对最好的一个了。一曲歌毕，台下响起断断续续的掌声，3个评委全部一致通过。柳如烟礼貌地向台下微微鞠躬，然后欢快地走下台。范同学，我刚才唱的好不好听？我朝她竖起大拇指。好听好听，好听到我都快要爱上你了。柳如烟瞬间脸红。你对女孩子说这话不觉得奇怪吗？什么快要爱上我了，肉麻死了。但是她心里确实很开心。坤坤这句话算不算变相的表白啊？不管是不是，反正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我俩关系铁打的一样。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要是喜欢我的话，为什么不追我呢？还是他只是把我当做好朋友呀？想到这里，柳如烟有些失落，这还是她第一次对一个男生有好感。说实话，她都不知道要如何去做。听到他的心声，我嘴角微微上扬。这傻丫头总是这么爱胡思乱想。其实我也想追你啊，但是我们相识时间不长，双方仅仅只是有好感，或许有那么一点的喜欢。大漂亮，你就再等等吧，等时机成熟，我就会大胆对你表白。我一个男生怎么可能让女孩子表白呢？
退出思绪，我冲着他微微一笑。我这是在夸你唱歌好听呢。柳如烟乖巧点头，内心又开始了纠结。我要不要不再扮丑？要不鼓起勇气，为了自己的幸福勇敢一次？可是坤坤会接受吗？或许现在这样也挺不错吧。就在这时，评委洪亮的声音响起：下一位演唱的同学，高三6班范徐坤。当我上台表演的时候，我选了周董的《告白气球》，刚唱一句，台下的女生们纷纷尖叫，评委则竖起耳朵聆听，震惊不已。台下在惊呼过后逐渐安静下来，都在聆听这美妙的歌声，所有目光聚焦在我身上，有些女生更是犯花痴眼冒星星，柳如烟更是痴痴地注视着台上的我。哇，范同学唱歌也太好听了吧，耳朵快要怀孕了，难怪说要和我打赌，不过我好像被他给套路了。一曲《告白气球》演唱完毕，掌声如雷，好长时间才停下来。我向台下微微鞠躬，等待评委点评。范徐坤同学唱的太好听了，你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恋爱画面，那是我逝去的青春啊！通过。随着主评委宣布通过，剩下的2位也跟着投票通过。我再次向他们鞠了一躬，谢谢各位评委。当我走下台回到柳如烟身边，柳如烟顿时激动的眼冒星星。好你个坤坤，竟然深藏不露，唱歌这么好听。那是必须的，你也不看你同桌是谁？既然我俩都海选通过，那就没必要继续待着了。回到教室的一刻，刚才去海选现场的同学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甚至有几个没什么交集的女生都在偷偷打量我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中午下课后，好几个女生突然在教室外面围住了柳如烟，看样子还是其他班级的女生。如烟，我看你和坤坤同学关系那么好，能不能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啊？是啊，如果不行，帮我们递纸条给他也可以呀。柳如烟顿时危险警报拉满。这些女生想要干嘛？想抢我的坤坤做梦吧？不过我先看看他们到底写了什么。联系方式你们还是自己去找范同学要吧，但给他传纸条我可以帮下忙。这些小女生顿时激动不已，纷纷把写好的小纸条交给了柳如烟。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柳如烟悄悄打开了那些小纸条。范同学你好，我是高2 4班的王慧瑜，你唱歌真好听，能教教我吗？这是我的联系方式。范同学，我海选的时候看到你唱歌了，真的好好听，那个可不可以加个好友呀？我是你隔壁班的孙巧玲。学长，我是高3 9班的林杰，跟你一块海选通过的，我有些唱歌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你一下。柳如烟越看越害怕，甚至还有的纸条很直白，询问我是否要处对象，这搞得她仿佛我随时会被这些女生抢走一样。可恶，坤坤是我的，谁也不能跟我抢。放学的时候，柳如烟同我一起走出教室，忽然有一个女生就冲了过来。范同学你好，我是高1 2班的杨小丽，可以加个好友吗？千万不要答应他呀，拜托拜托。杨小丽瞥了眼我身边的柳如烟，心中很是得意。长得那么丑，对本姑娘一点威胁都没有。听到她的心声，我直接拒绝。对不起，我不加别的女生。然而被我拒绝，杨小丽却不甘心。难道范同学有女朋友了，还不让你加别的女生吗？是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当柳如烟听到我承认有喜欢的人时，整个人如同五雷轰顶，比杨小丽还要失落。也是，范同学那么优秀，肯定有很多女孩子追的。可是我之前问他有没有女朋友的时候，为什么他却说没女朋友呢？难道2人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？他刚刚也说了只是喜欢而已，这就说明我还有机会。还是算了吧，我不是个喜欢横刀夺爱的女生。听到他的胡思乱想，我无奈的笑了笑。想什么呢？我要不这么说，我怕天天都有女生来烦我，烦都要烦死了。这下柳如烟又犯迷糊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只是范同学为什么要跟我解释呢？回到寝室后，她立即向闺蜜寻求解惑。估计是怕你误会吧。如烟，我跟你说，你不主动永远是得不到机会的。我教你怎么做吧，你明天别穿校服了，然后找件漂亮的衣服，尽量在范徐坤面前展现出你的苗条身材。这个行不行啊？万一让他觉得很讨厌呢？放心吧，相信我一定没问题。加上他本来就对你有点喜欢。那行，就按照你说的试一试。第二天，柳如烟刚进教室，顿时吸引无数人的目光。我第一次看柳如烟这样穿，很是意外。如烟，你今天穿的这身真好看，身材也好。听到这话，柳如烟心里暖洋洋的。果然，小招出的招有用。这时我看向她的手臂，说道：“你的手臂好白啊。”说完，我下意识的就摸了一下，还别说，皮肤真光滑。而柳如烟早就羞红了脸，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我忙尴尬的咳嗽2声，转移话题。明天就要去看演唱会了，到时候我去你楼下接你。好的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和柳如烟来到了演唱会的地方，因为钻石门票无需排队，我们在前排位置坐下。伴随着音乐响起，蔡冰冰隆重登场，现场顿时气氛火爆，呼声热烈。与歌迷们互动一会，蔡冰冰开始演唱今天第一首歌曲，我全程淡定。倒是身边的柳如烟瞬间化身小迷妹，不断挥手尖叫。不得不说，蔡冰冰的确厉害，展现出来的歌声感人肺腑，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唱。台上蔡冰冰目光扫过前排，看到我后突然笑着朝我挥挥手，我笑着点点头算是回应。可柳如烟却兴奋地大叫起来：哇，坤坤你看，蔡冰冰跟我
挥手了。紧接着他拿出手机各种拍，我也拍了个视频留作纪念，然后发布朋友圈后继续听演唱会。此时宿舍的几个哥们看到我更新的状态，全部沸腾起来。只是柳青的脸色不太好看，他终于知道我给他的门票不是假的，想起之前他对我做的事，也明白我俩之间的兄弟情分到此结束了。当演唱会结束后，我收到蔡冰冰一条消息，待会一起吃个夜宵。好呀，那你留在原地，我让助理带你过来。我收起手机，笑眯眯地看向柳如烟。我们别着急走，大家都走了，咱们还留下来做什么呀？这是个秘密。不一会，蔡冰冰助理过来认出了我。小帅哥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跟我走吧。咱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带你去见蔡冰冰。你别开玩笑，快说到底去哪儿？真带你见蔡冰冰，你咋就不信呢？柳如烟有点闷闷不乐，虽然跟着我去，却有些不开心。只不过当助理带着我们来到后台，见到蔡冰冰本人后，她瞬间呆若木鸡，甚至怀疑自己在做梦。尤其看到蔡冰冰和我有说有笑聊天时，她更确信了自己一定是在做梦。